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呢，大兵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从成立到现在都只有一位总统，并且是由第一任总统直接连任到2025年的呢？而我们今天视频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连任了7届、当了整整30年总统的传奇人物，他就是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他究竟是什么来路？又为什么在近期引发了国内争议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1954年8月30号，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出生在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州奥尔尚斯基区的一个小村镇里。虽然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而关于他人生的第一个争议，从出生的这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从2009年接受电视采访开始，卢卡申科就一直说自己是8月31号生的，与其小儿子尼古拉的生日相同。但在这种说法出现之前呢，所有白俄官方介绍都声称卢卡申科是8月30号出生的。如果一定要将卢卡申科父子的生日全都认定为8月31号，未免有些父子传承的说法在其中。而这一矛盾还一度引发了一些关于卢卡申科的争议。直到后来出现了一种解释，称卢卡申科的母亲是在30日入院分娩，直到5夜后才生下孩子，所以才出现了卢卡申科生日的二象性，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了。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卢卡申科幼年的家庭并不完整，主要是由母亲叶卡捷琳娜·卢卡申科养大的。叶卡捷琳娜是一名勤劳的妇女，当过铁路和建筑工人，在维捷布斯克州奥尔沙的一处亚麻厂待过一段时间，最后呢，则在白俄罗斯东部的奶牛场从事挤奶工作。而叶卡捷琳娜的努力最终也惠及了儿子卢卡申科，他顺利地完成了中学学业，并在1971年进入了莫吉廖夫师范学院学习，也就是现在的莫吉廖夫国立 A 库列绍夫大学。当时卢卡申科刚好是18岁。4年之后呢，也就是1975年，卢卡申科正式从莫吉廖夫师范学院毕业，但他并没有去一般学校做教师，而是选择去苏联的边防部队做政治部教员。卢卡申科当时的任职单位是布列斯特西部边境区第2187部队。在部队的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卢卡申科人生的转折点。在军队服役期间，其初步涉足政治，在全苏列宁主义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莫吉廖夫分会组织活动，担任过领导职位。随后又在苏军的明斯克第120近卫摩托化步兵师担任了副职政治官。1979年，卢卡申科正式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并于不久后退伍返回社会。凭借之前的职务，他在1982年顺利担任了一所集体农庄的副主席，并在5年之后升职为了什克洛夫区格罗杰茨国营农场的经理。到了1988年，卢卡申科就成为了莫吉廖夫范围内首批在国营农场实行租赁合同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卢卡申科此时的行事作风还是比较偏向改革派的。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工作表现较为良好，卢卡申科又在1990年被选为了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也就是类似国会议员的角色。不过此时的苏联大势已去，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在短短1年之后就改为了白俄罗斯共和国。此时对于卢卡申科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就此开始了。当时的白俄政治局势复杂，各种政治势力纷纷涌现，国家也面临着从苏联体制转向独立国家体制的转型，并且当时的白俄国内对国内高官的腐败状况多有抱怨。而卢卡申科在白俄政坛恰恰就是以反腐败立场而闻名。他先前就积极参与了打击腐败、惩处有组织犯罪活动，并先后领导了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反腐败委员会和白俄议会反腐败委员会。他从事反腐工作期间，卢卡申科曾一度指控70名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和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指控的罪名呢，则主要是窃取国家资金用于个人目的。这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的议员带头告发总统犯罪，在当时的白俄国内也是相当爆炸性的新闻。这些政绩帮助卢卡申科赢得了一些国内支持和政治声望。
甚至有部分白俄罗斯的国内媒体认为，卢卡申科是在90年代初的白俄政坛是少有的能够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客。不仅如此，卢卡申科从政后就积极推动农业改革，这或许和他的农业教育经历有关。其曾在1985年进入了霍尔基的白俄罗斯农业学院进修，这种农业政策背景对于白俄这种农业经济占比较高的传统经济结构国家是比较重要的。正因如此，既有实际的反腐败成绩，又有政治威望的卢卡申科站在了白俄罗斯国家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果断发起了对总统职位的冲击，而这一冲就实现了成功。我们下面就来聊一聊卢卡申科是如何开启总统之路的。1994年初，刚刚独立不久的白俄罗斯颁布了新白俄罗斯宪法，并在当年的6月23到7月10号期间举办了首次民主总统选举。当时有包括卢卡申科在内的6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而卢卡申科在其中采取的就是亲民路线。他在竞选时曾发布这样的言论：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反对那些掠夺和欺骗大家的人，可谓是赚足了民心。最终卢卡申科赢得了 45.1% 的选票，成功以选票优势当选了白俄首任总统。只是当时的白俄罗斯选民们或许还没有想到，从1994年起一直到如今的2025年为止，卢卡申科是足足会连任了7届，一当就是30年，成为新白俄罗斯建国以来的首任与唯一一位总统。除了1994年的第一次大选之外，卢卡申科在2001年选举时再度连任，他承诺将继续稳定经济，保障民生。2006年，国际环境变得较为复杂，西方国家开始加大对白俄的影响，卢卡申科则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再次宣布连任。2010年，白俄罗斯经济遭遇困境，卢卡申科便提出了经济改革计划，又宣布击败对手，获得连任。可到了2015年，经济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不过这也没有妨碍他继续连任。后来的2020大选与2025大选也是相似情况。尽管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国内已经面临较大的反对声浪，但最终还是宣布获胜。并且根据2025年1月26号大选之后白俄罗斯官方给出的统计结果，卢卡申科足足赢得了 88% 的选票，甚至比他第一次参与大选时的支持率还高出了近1倍。他也得以顺利在3月25号正式宣布就任第7个总统任期。那么回顾卢卡申科过往的7届任期，其在政治上的得失究竟如何？他又是否曾经在执政初期透露过自己对于总统职位异于常人的重视呢？其实早在1994年执政初期，卢卡申科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了总统的行政权力，例如推动宪法改革，明确了总统、议会和政府的职责和权利。卢卡申科在这一系列改革中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尤其是在1996年11月的全民公投事件之后，卢卡申科借此确立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政策，以及自己作为总统有权利解散议会的法令。这实际上明确了总统在各项国家事务中的最高权力。而这起公投事件也的确激起了当时白俄国内的诸多反对活动，例如1996年夏天就有199名议员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以违反宪法的罪名弹劾卢卡申科，并且按照当时的白俄法令，并不能确定总统是否有独立召集全民公投的合法权利，更别说凭借所谓的全民公投结果去直接修改宪法了。但不论如何，卢卡申科在白俄国内的权力体系都逐步建立起来。根据后期修改的宪法，如果白俄众议院2次否决卢卡申科选择的总统人选，卢卡申科都有权直接解散众议院。卢卡申科作为总统还对政府开支拥有极大影响力，议会只在总统许可后才能增加或者减少某些领域的开支。并且从2004年以来，白俄罗斯下议院的绝大多数议员都是由支持卢卡申科的议员担任的。他还任命了8名上议院成员、共和国委员会成员以及几乎所有的国家法官。既然对高层人士和政府决算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大家想必也能找出卢卡申科为什么能连任30年的答案之一了。
既然如此，卢卡申科在这30年来政策取向和表现又是怎样的？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虽然在他执政早期是以锐意进取著称的，但在后来的30年执政生涯中，他的政治取向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卢卡申科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将其视为国家经济的支柱，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确保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作为有农业政策背景的人，卢卡申科也十分重视对农业投入。他在任期间，白俄罗斯成为了农产品出口国。在过去30年内，白俄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增长，但从整体上来看呢，白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变革幅度不大，并没有在近些年建立起新的国际优势产业。环球金融杂志也因此将白俄罗斯列为了2024年全球第115个最贫困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卢卡申科的立场也很简单，那就是坚定地与俄罗斯站在一边，两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多个领域展开广泛合作。这种政治取向从某种意义上也保证了白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其执政期间加强了社会治安管理，让农业和制造业、服务业都取得了一定进步，国家经济确实取得了一部分增长。例如1993年到2011年，白俄罗斯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423美元增加到了5830美元。但卢卡申科长达30年的执政也的确引发了一些争议，部分反对派认为他权力过于集中了，总统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议会的作用相对有限，并且卢卡申科还曾在某些事件频频带自己的小儿子尼古拉出面，也一度引发了一些讨论。有人甚至猜想卢卡申科是想将小儿子尼古拉培养成下一任总统，但这也无从证实。至于卢卡申科当完本届总统之后还会不会继续连任，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